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得知自己怀孕那天，我意外发现老公劈腿了他的女秘书。对此，我不哭不闹，私下偷偷将财产悉数揽进了自己腰包里。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怀着孩子独自踏上了美国之路。这个世界上，男人多的是，老公可以随时换，但孩子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既然老公靠不住，那就让孩子喊他叔叔。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跟裴心妍结婚后的第3年，我查出了怀孕。那天，我捏着 B 超单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泪水如雨洒满一地。只有老天知道我这整整3年的备孕遭受了多少苦，每天做不完的检查，吃不完的药，打不完的针。看到单子上面写着孕7周的那行字，我感觉一切都值得了。此时此刻，我只想把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赶紧分享给裴心妍。我激动到发颤的手给她拨去了电话。3秒后，电话里的机械女声提醒我已关机。这个时间点，她应该还在公司。去公司的路上，我不断想象她知道这个好消息之后的反应。10分钟后，我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口，正准备推门而入，突然听到里面传来裴心妍的声音：“苏以安在我面前太乖巧，没半点情趣，跟他待久了乏味至极。不如你这个小妖精会勾人，会变着花样的讨我欢心。”我呆愣在原地，仿佛有道惊雷劈在了我的身上。一抹娇羞的女声在此时响起：“要是被你老婆发现了怎么办？我可不想做人人喊打的小三。”我压抑住不断翻涌的情绪，静悄悄地打开了一条门缝，看到2人正衣衫不整地躺在沙发上。裴心妍把她的秘书搂在怀里，伸手刮了刮她的鼻尖。“放心，他3天2头的往医院跑，可没时间来查我的岗。只要你不主动告密，我就能在外面一直养着你。”女秘书往他怀里钻了钻，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满脸谄媚。2人紧密相贴在一起，十分忘我地吻了起来。看到这里，我捏着 B 超单的手紧紧攥住，转身离开。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中的，浑浑噩噩坐在沙发上，脑子里就跟走马灯似的浮现出我跟裴心妍的过往。大2那年，他为了追求我，每天都会定时送上1束鲜花和爱心便当。依稀还记得那天，他在女生宿舍楼下拿着喇叭冲我喊：“安安，跟我在一起吧，我永远都会对你好，永远把你放在第1位。”那时的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是那样的真诚和温柔。我是个孤儿，在福利院长大，从来没感受过被人疼爱的滋味。我被他深深打动，并坚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大学毕业后，他跟同学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创业初期，我每天都会帮他做数据，做到深夜。那半年里，我感觉自己熬老了不止5岁。后来公司在京北越做越大，他在巅峰时刻向我求了婚。结婚那天，他当着台下亲朋好友的面向我保证，他此生绝不负我。可是现在，他说的承诺统统都不作数了。也才6年而已，这就腻了吗？心脏不断在抽痛，我凝视着 B 超单，思绪混乱不堪。良久，我拿出手机给医生打去了电话。电话很快被接通，我犹豫了下，微颤着声音问道：“梁医生，我想做流产手术，你明天有空吗？”“什么？我没听错吧？”梁医生不可置信地问我。再次开口时，语气变得有些郑重：“苏女士，以你现在的体质，能怀上这个孩子就是烧高香了。如果你流掉，
以后极大可能就再也怀不上了。我劝你三思。我愣住，手掌附在了小腹上。在梁医生的提醒下，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做一件蠢事。这个孩子，我盼了整整3年才到来，所以我凭什么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而轻易放弃孩子的生命？男人没了就没了，但孩子永远都是自己的。想到这，我不再犹豫。梁医生，谢谢你，这个孩子我决定留下来。心中一道想法油然而生，既然老公靠不住，那我就去负留子。我回房间睡了一觉，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开门声吵醒了我。我穿着拖鞋走出去，看到裴心妍正从玄关处走来，脑子里又突然浮现出办公室的那一幕。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不等她过来，我便匆匆跑去了厕所。我趴在马桶上吐得天昏地暗，稍有些好转后，余光就瞥见裴心妍向我走来。她蹙着眉头问：安安，你怎么了？没事吧？我抬手禁止让她再靠近我，毫不掩饰地回道：你别过来，我嫌恶心。你说什么？裴心妍显然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讶然看着我。没错，他背着我偷偷做的那些烂事让我感到无比恶心。不等他反应过来，我勾起唇角对他说：老公，我怀孕了，孕吐而已。裴心妍怔了一瞬，脸色由惊变喜。真的？你没骗我吧？我扬起下巴朝客厅抬了抬，漾着笑意看他，心里却对他排斥至极。骗你干什么？B超单在桌子上，你去看。裴心妍大步流星地往客厅走，确认我没骗他后，一把就将我搂在了怀里。他情绪有些激动，嗓音发颤：我终于要当爸爸了，老婆，这几年你辛苦了。我不由在心中冷笑，辛苦这2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哪怕是真心的，又能如何？还不照样背着我在外面沾花惹草？此时他的这点关心对我来说根本一文不值。我嫌恶地推开他的怀抱，后退2步拉开距离，脸上依旧笑颜如画。是啊，为了咱们这个孩子，我可太辛苦了。那老公，你能不能给我来点奖励？以往为了给他省钱，我从来没主动要过礼物，浑身上下最贵的也就数手上的婚戒，是他飞到澳大利亚专门找著名设计师定制的对戒，据说售价7位数。我真的很想一巴掌呼死以前的自己。我为他省下的那笔钱，估计早被他花给了别的女人。女人呐，该享受时就得享受。裴心妍大手一挥，毫不犹豫地开口：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我思忖了片刻，试探着问：Stella Fantasy 的项链可以吗？我喜欢好久了，一直没舍得让你买。Stella Fantasy 是一家高奢珠宝品牌，每种款式的项链国内只限量1份，价格在50万起步。当然，我也不挑，他家随便哪款都行。裴心妍愣了愣，似是没料到我如此这般狮子大开口。他微拧眉头：要买这么贵的，要不换一款便宜点的？我撅起嘴向他撒娇：不嘛，我就喜欢这个品牌。我带着他高兴，肚子里的宝宝自然也跟着高兴。你就当为了孩子吗？我当然知道这点钱对他一个公司老总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只是不舍得为我花钱罢了。听到我这么说，裴心妍果然没再犹豫，直接拿出手机订了一套刚上架的新款项链。我喜滋滋地看着他付了款，心中已经打起了主意，等项链到了，我就转手卖掉，这笔钱直接装入我自己的口袋。不等我从喜悦里回过神，就听到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抬眸斜瞥了一眼，看到是女秘书的来电。裴心妍晦暗不明地打量了我一眼，按了接听键，
也不知电话里说了什么，只听他嗯了一声，就挂了电话。他故作平静地看着我说：“老婆，公司有点事，我现在要过去处理一下。3更半夜的去公司处理事务，他妈骗鬼呢！怕是他偷偷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在这寂寞难耐的深夜里等着他呢吧？现在想想，他这些行为早就有迹可循。从2年前他就常常夜不归宿，要不是陪客户，就是回公司开临时会议。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他的借口罢了。而我当时竟也天真的以为他是真的很忙，心疼他为了公司这么拼命不顾身体。我每天都会早早起床为他煲汤做饭，认真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哪怕是个保姆还有工资拿呢。而我心甘情愿为他付出，不图回报，因为太过于爱他而迷失了自我，应了那句话，一心只扑到男人身上的女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我就是个鲜活的案例。我冲他笑道：“行，你去吧，要是太晚了就别回来了，路上不安全。你直接在公司楼下的酒店住1晚吧，最好永远别回来。”看到他我就倒胃口，孕吐都没他能让我吐。谢谢老婆的理解。他面带感动的想来抱我，被我快速闪躲了过去。他的手就这样僵在了空中。大猪蹄子，还想碰我？我嫌脏。我弯着眉眼提醒他：“快别腻歪了，赶紧走吧，再晚点你那些下属就该着急了。”听到我这么说，他也没多想，拿起大衣就出了门。第2天，我一觉睡到了自然醒，才发现裴心妍还没回来。今天周6，公司并不上班，现在都已经日上3竿了，估计他还沉浸在温柔乡里呢。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他不在家，我倒落得自在。我打开手机刷了会儿朋友圈，正准备关掉时，突然看到了一条醒目的动态，正是裴心妍包养的那位女秘书发的。第1张图片中是一条再眼熟不过的项链，第2张图片中她的手牵着一只男人的手。我放大看了看，男人手背上戴着一颗不起眼的黑痣。巧了，我那道貌岸然的老公手背上也有颗同款痣。怎么，他这是把买给我的项链送给他了？我冷嗤一声，扔下手机起了床。刚走进客厅，就见裴心妍正站在玄关处换鞋。他妈的，真扫兴！心中的厌恶感快速弥漫开来。我强忍着胃中的不适，微蹙眉头：“老公，你回来了。”裴心妍嗯了一声，看起来神清气爽。他这莫不是在外头被小贱人给伺候舒服了？狭长眸底满是掩藏不住的艳足。正当我沉思时，他突然从背后拿出了那条项链。我愣住，大脑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没送给那个女人，愣什么？拿着，这不是昨晚你开口要的？我回神接过来，赶紧夸起彩虹屁：“谢谢老公，老公真好，爱你么么哒。”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只为金钱折腰，这把忍了。裴心妍勾着唇角，心情很是不错。只要你能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就是要我这条命我都给你。我很想冲他翻个白眼，真让人有够无语。我要他这条贱命有什么用？我要的是钱。我口是心非：“你瞎说什么？我才不舍得要你命呢。”裴心妍轻笑出声，嗓音带着几分懒散：“老婆，我饿了，你做饭没？怎么的呢？自己在外面舒服完了，做饭想起我来了。”我拿着项链爱不释手，头也不抬：“没做。哦，对了，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我现在孕吐的厉害，喝口水都会吐出来，身体乏累得很，家务活也干不了。这样长期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咱请个保姆吧，请个专业一点的，还想吃我做的饭，门都没有。”
我就在家躺着，啥也不干，吹吹空调，追追剧，再顺便刷会儿帅哥的视频。裴心妍抿唇点头，行，都听你的，有个人在家照顾你，我也放心。他也没墨迹，直接给我转账。只听见我手机传出一道好听的播报女声：支付宝到账10万元。市面上比较有资历的保姆，每个月也起码要2万块钱工资。目前孕期还有8个月，就给我10万块钱，打发叫花子呢。我忍了，苍蝇再小也是肉，那我就姑且找个中上等的保姆凑合一下，先雇他2个月，这样我还能从里面挤出点余钱存起来。收了钱，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直接找了个借口去了后花园。再次想起女秘书那条朋友圈，我翻出来又仔细对比了一遍。图片中礼盒右上方的边角处有一道不明显的折痕，跟我手上这款项链盒子上的折痕一模一样。我悟了，合着他这是拿我项链在朋友圈装杯呢。上面还配文道：亲亲男朋友送我的礼物，好漂亮，好喜欢。我给他狠狠点了个赞，拿着手机噼里啪啦一顿评论。哎呀，好巧，我老公昨晚也给我买了同款项链哟。对了，我没记错的话，国内不是仅此一条吗？你对象哥拿给你买的，难不成是飞国外买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可太幸福了哟！尊重祝福所死，祝你们相爱久久。我刚评论完，就见他秒删了这条朋友圈，小碧池简直不堪一击。自从我怀孕后，我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跟裴心妍提出了分房睡。这个理由一开始并没能说服他。我每天半夜都会起床，跑去厕所呕吐好几回，久而久之，给他睡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等我再找借口把他赶出去，他便自行去了客房睡觉。男人总爱说一套做一套，一边叮嘱我养好宝宝，一边又忍受不了我孕吐。仅仅5天时间，就让他打起了退堂鼓。看不到他那张令人厌恶的嘴脸之后，我的孕期反应还真有了点好转，心情都跟着愉悦了许多。难熬的孕前期抗过去之后，孕中期的我食欲大开，肚子开始略微凸起了些。我又开始盘算起了京北繁华地段的那套别墅。别墅四周有学校、地铁、医院，网上售价4000万，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但我必须尝试一下。这笔钱决定着我以后的道路。裴心妍已经连续1周没回家，带着团队去了外地出差。说是出差，但指不定是去哪浪去了，因为我的朋友圈全被他那位女秘书的动态占满了。他发的很多张图片里都有我老公的身影，除了他的脸没有拍出来以外，脖子以下的位置恨不得拍出800张照片，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翻看着他茶味十足的配文，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生气，甚至还会毫不吝啬地为他点赞。暂时不急，待我羽翼丰满，我定狠狠惩治他。裴心妍是在当天下午到的家，他虽有意掩盖住领口处的口红印，但还是被我一眼就捕捉到了。我也不恼，自知有求于他，亲自给他倒了杯茶。我笑意盈盈地看着他，摆出一副小女人姿态。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呗。裴心妍抿了口茶，偏过头看我。什么事？我组织了下语音，不疾不徐开口。现在宝宝在我肚子里，月份也大了，我这阵子一直都在为他出生后做打算。你说小孩子他长得多快啊，3岁就要开始上学，而且小孩子体质又不如我们大人，稍不注意就会生病。我是觉得吧，咱们这套房子离学校和医院都太远了，地段不是很好，我想再给他买套房子。果不其然，
裴心妍听完我的话后，直接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她拧着眉，脸色不是很好。买房子的事不急这一时，等她长大点再考虑也不迟。我抿了抿唇，开始给她洗脑。怎么能不急呢？好房子别人可都抢着买，好地段被人占完了，咱们还去哪买？就像那学区房，又贵又买不着。家长们不都是为了孩子着想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他们挤破了头也要把孩子送进高等学校，咱俩也要早点为孩子早做打算啊。再说了，房子买了到时候还可以再卖，现在房价不断蹭蹭的往上涨，以后卖了还能赚一笔呢，全当投资了不是吗？裴心妍被我有点说动了，垂眉认真思考起来。我继续添油加醋，医生说了，我这体质以后很难再怀孕，这也就意味着咱们这辈子只能有这一个宝贝孩子了。你每天挣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给我和孩子过好日子吗？你也知道，我从来不跟你提过分的要求。买房这事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的决定，我这可都是为了孩子着想，难道你不想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吗？裴心妍眉头皱得愈深，瞎说什么？我是他爸，我当然想。我拉住他的胳膊，不停摇晃，娇嗔道：那你还犹豫什么呀，老公？别再犹豫了，听我的，买它。他揉了揉眼角，随口问道：多少钱？我脱口而出：4000万。他讶然看我：什么房子值4000万？是别墅啦，在京北最繁华的地段，周遭设施非常齐全，9年义务教育学校都在它附近。裴心妍再次犹豫，我继续洗脑：别再犹豫了，老公，网上预约看房都已经快超签了，早晚都会卖出去的。咱们可是全为了孩子着想，明明有能力给予孩子更好的生活，当然不能错过呀。裴心妍深吸了一口气，只听从他口中吐出一个字：买。我心中顿感大喜，冲他竖起大拇指：有你这么个爹，是孩子一生的骄傲。骄傲个屁，丢人丢到姥姥家。我按耐住心中的狂喜问道：那我明天就去看房，还是你跟我一起去？裴心妍半合着眼皮，兴致不高：再说吧，没事就陪你一起，有事你就自己去。他最好有事。当天晚上，裴心妍也不知道抽哪门子风，执意要跟我睡在一起。想起即将到手的房子，我再次忍了。刚躺到床上，他便把我压在了身上。我慌不择乱地伸手去推他，男女力量悬殊，他在上面纹丝不动，密密麻麻的吻吸数落在我的脸颊上，胃里那股久违的生理不适再次涌了上来。我惊恐地挣扎着，眼看他要做下一步动作，直接毫不犹豫地咬上了他的肩头。这一口是发了狠的，带着这段时间我对他的积怨。他吃痛冷吸一口气，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我松开口，别开脸不去看他。你别这样，我现在是个孕妇，不适合做那种事。不是嫌我没情趣吗？不是觉得我乏味至极吗？现在又做什么呢？他面色不悦地凝视着我。我查过，孕中期可以适当运动运动。这一刻，我突然很想冷笑出声。他身边每天都有女秘书陪着，还能寂寞了不成？还是说他对那位女秘书也腻了？我咬了咬唇，面不改色地直视他的眼睛，声音冷下来几分：你别发疯了成吗？我体质跟别人不一样，怀上宝宝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出任何意外。你如果真的为我考虑，那你就克制住你那点欲望行吗？实在克制不住，你就去外面找个女人解决一下，我不介意。在我说完这段话后，他眼尾瞬间染上一层怒意，他强硬地扼住我的下巴，一字一句问道：我找别的女人，你也不介意？
我不明白，此时的他到底在气什么呢？早就背着我在外面养人了，不是吗？清者自清，你如果真的爱我，我信你做不出这种事。我真的很想看到他听我说完这句话的表情。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盯了足足1分钟，冷声说道：“你不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我爱你，永远都不会变。”我凝视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出说谎的蛛丝马迹，然而并没有。他说的是真话，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是真的爱我？他也愿意陪我共度余生，所以他才这么期待我们宝宝的到来。但爱我的同时，他又想偷吃外面的野花。说白了就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我的心中竟有些隐隐作痛。他是怎么能够说出如此心安理得的话呢？我再也不想看到这张让我失望透顶的脸。我深深闭上了眼，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行，我知道了。话音落下，我感到他浑身僵硬了一瞬，随即便松开了我。2分钟后，只听客厅传开一道刺耳的摔门声。我长呼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想，他应该是又去外面找女人发泄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并没有错。不出2个小时，女秘书又发了条配着她图片的动态。前一秒说爱我，下一秒就投入了别人的怀抱。这种爱，谁爱要谁要。我苏以安才不稀罕。戏女此生只求荣华富贵，不求一丝真情。我的目标是搞钱。第2天睡醒，裴心妍还没回来。我简单洗漱了一下，便出了门。去看房的途中，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为了房子，我小女子能屈能伸。电话很快被接通，我又换上了以往的笑脸，全当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扬着唇角问他：“老公，我已经在看房的路上了，你来吗？”裴心妍似是还没从昨天的愤怒中走出来，没好气地回我：“没空，没空就没空，有空给我打钱就成。”没见过心眼这么小的男人，我头上戴那么一顶绿帽，也没见得比他生气。半个小时后，一整套别墅参观下来，我很满意。我将细节图一一发给了裴心妍，把采光、通风、设备什么的全都夸了一遍。他只毫无感情地回了我2个字：不错。我给他发语音，口吻里带着巴结：“裴老板，觉得不错就抓紧打钱，咱们孩子的幸福人生靠你了。”裴心妍也发了条语音过来，短短2个字，直接让我小脑宕机，哄我。我咬了咬牙，暗骂他臭不要脸。行，我忍，我是忍者神龟，我是马屁大王，超级无敌宇宙噼里啪啦，牛批轰轰，惊天动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力拔山河，帅气炫酷，狂拽刁炸天的亲亲老公。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胡说八道的弱女子计较。你的宝贝老婆真心知道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一通话讲下来，只觉口干舌燥。果不其然，这个方法甚是奏效。裴心妍直接往我账户打了4010万。正当我疑惑那多出的10万块钱是何用处时，他再次发来了语音：只要老婆夸得好，奖励费用少不了。好好好，我谢谢你，这笔窝囊费我收了。身价上涨到1000万的我就连走路都开始飘了。我坐到沙发上，双腿交叠，一副暴发户的嘴脸，伸手朝房主勾了勾手指。房主很有眼力劲儿地走过来，问道：“女士，这套别墅您要买吗？”我摇头，笑得格外灿烂：“不买，我租。”房主，我眯着眼睛看他：“这套别墅你不是也在对外出租吗？我记得每月房租15万，这样我每月给你30万，具体租到什么时间，到时候我再跟你说。”
可行，这30万对我来说虽然也挺肉疼，但是比起那4000万来说，九牛一毛。房主听到这个价格后，脸上立马洋溢起热情，直截了当地应道：成交。晚上裴心妍回来后，一开口就问我房子的事情。我躺在沙发上追剧，头都没抬地回他：钥匙就在桌上呢，咱们随时可以搬进去。他点了点头，并没产生疑心，毕竟跟他在一块待了6年，我的脾性他早就摸得一清二楚。我在网上浏览了几十套美国的独立房，最后选定了位置后，我交付了定金，并选好了待产的医院，以及雇了2名月嫂和保姆。为了我的孩子，我必须提前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国际机票订了最早的一班，时间定在后天中午。临走之前，我自然要去给那位女秘书一顿教训。第2天，裴心妍上班前，我央求她带我去公司转一转。我跟她说家里太无聊了，我快被憋疯了。她也没多想，任由我跟着她去了公司。可能是自以为她跟女秘书那点破事儿能很好的隐藏起来。地板有些滑，她搀扶着我的胳膊，轻声提醒我慢点走路。在下属眼里，她像极了一位3好老公。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我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老板椅上的女秘书，双腿交叠，懒伞靠在椅背上，眸底满是自豪优越感。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就是公司老板娘呢。女秘书看到我的那一瞬，立即慌乱站起身，面部表情转变得格外精彩。总裁夫人，您怎么来了？我笑意盈盈地看着她，故意阴阳道：查岗。话落，裴心妍不自然地轻咳一声，她把我扶到椅子上，垂眸看了眼手表：你先在这里坐着，我去开个会。我含笑点头，女秘书也想紧跟上她，我直接开口叫住了她：小何，去帮我倒杯热水。女秘书顿在原地，不太情愿地去了茶水室。5分钟后，她端着茶杯走进来，我盯着她那张心虚的脸，直接开门见山：你在我老公那里陪睡多久了？女秘书愣怔地看向我，我平静开口：别装了，你朋友圈那些动态不就是故意发给我看的吗？她回了回神，表情松动下来几分，并没有被抓包后的慌乱。2年，原来我的猜测并没有错。从2年前他夜不归宿开始，他们2人就纠缠在一起了。我扯着嘴角笑出声，笑意却不达眼底。你不会觉得他爱你吧？女秘书冷然开口：当然，难不成他是爱你吗？爱你他会跟我搞在一起。我轻飘飘地回答：好啊，那就看看他到底爱不爱你。不等他开口，我直接把温水泼到了他脸上。他并没料到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受惊一样的下意识尖叫起来，立马就引来了一位下属的注意。男下属见情势不对，立刻去找裴心妍。裴心妍匆匆赶来，在他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秒变神色，眼眶中瞬间氤氲起一层水雾。我神情受伤地看着他，问道：他说你们2年前就在一起了，是真的吗？你负了我对不对？他走上前来扶住我，不知所措地回答我：安安，这件事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吧嗒吧嗒地滴在他手背上，紧跟着一把推开了他，气急败坏地扇了他一巴掌：裴心妍，你个人渣，你混蛋！他皱眉看着我，黯然伤神。你只要能消气，随你打。听完他的话，我又毫不犹豫甩过去一巴掌，他的脸由此而见的迅速红了起来。女秘书见状，直接挡在他前面，冲我吼道：你凭什么打他？他就是不爱你了怎么了？你把他打死，他也不爱你。
不等我开口，裴心妍把他扯到一边，他扬手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瞪着眼睛怒吼道：何雨嫣，你他妈嘴贱是不是？好端端的你跟他讲我们两个人的事做什么？何秘书捂着脸哭哭啼啼道：不是我说的，是他早就发现了，你还嘴硬，他要是早发现，早就跟我闹了，何至于等到现在？我老婆怀孕期间要是出了任何事，你担得起这个责任？何秘书百口莫辩，眼泪越流越多，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陌生极了。裴总，我陪你的这2年算什么？你对我就没半点感情吗？裴心妍却不愿再多看他一眼。感情？我跟你逢场作戏罢了。我是个有老婆的人，你还想取代他的位置不成？我再也忍不住冷笑出声，讥讽道：你们2个渣男贱女还真是绝配。此时的门外已经挤满了吃瓜下属，捂着嘴巴不停交头接耳。其实今天我也只不过是赌了一回而已。他前天说了，他爱我，永远都不会变，所以在他心里，我自然比他外头养的这个没名分的女人更重要。我赌他今天会站在我这边，我也坚信百赌不输。从公司回去之后，我没再搭理他半句。回到家中，我直接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他隔着一道门不停向我道歉，我只觉得耳边聒噪极了。我并不需要他这迟来的深情。我拿孩子威胁他说，他再不走，我就去医院做流产手术。他果然害怕极了，一言不发就出了家门。他走后，我开始收拾我的全部行李，收拾了整整2大行李箱。裴心妍没有再回来，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也不想再管他的死活。第2天中午，我顺利乘上了去美国的飞机。落地后，我将手机打开机，看到几十通未接电话，全部来自裴新奇一人。我选择忽视。不等我走2步，手机铃声再次响了起来。算了，总归是要给他一些交代的。我按了接通，听到电话里他焦急的声音：老婆，你去哪里了？为什么家里你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别墅里也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了？我抬头望了眼万里无云的天空，心中平静无波。别找了，你找不到我的，我们2个到此为止吧，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他顿了2秒，突然发了疯似的吼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孩子，我是孩子他爸，你是孩子他妈，我们是一家3口。什么叫不要再联系了？我合了合眼皮，冷声回答他：你这个人渣根本没资格做孩子的爸爸。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可以不计前嫌，让他喊你一声叔叔。不，我绝不允许。苏以安，你这个疯子，你够狠。他的声音尖锐无比，刺得我耳朵疼。我不想再与他过多纠缠，直接挂了电话，顺便拉进了黑名单。再次接到他的电话是在1年半后，我的女儿已经能独立行走，也开始咿呀学语。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当导致了破产，欠了一屁股的债，每天都在躲债。他问我能不能借他点钱，我毫不犹豫地拒绝掉。又听了一堆他说的废话之后，我的耐心愈来愈少。就在我准备挂断之时，他突然说道：安安，我不求你能再原谅我，但是能不能求你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他很怕我拒绝，就一句，我只听一句，好吗？我抬眉看了眼正跟阿姨玩闹的女儿，思忖了片刻，最终还是向她招了招手。于冉，过来。女儿咧着嘴角，笑得灿烂极了，步履蹒跚着向我一步一步走来。阿姨紧跟其后，生怕她跌倒在地。不过几米的距离而已，她花了将近3分钟才走到我身边，一把扑在了我的怀中。我宠溺地亲了亲她的额头，
把手机递到他嘴边，指引着他说道：“乖，叫叔叔。”女儿嗫嚅着唇角开口：“叔。”不等裴心妍说话，我便直接挂了电话。我抱着女儿回了豪宅，回想着我在美国这2年的生活，很想感慨一句：人生易如反掌。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结婚酒席上，老公的女学生不小心将红酒洒到我洁白的婚纱上，她一脸绿茶的嘤，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老公轻声安慰她：“没事儿，你师母不会计较。”酒席结束后，老公说要送他那帮学生。我一边用 iPad 翻看他和女学生调情的聊天记录，一边不以为意的笑，让他早去早回。等他走后，我点开一个聊天界面，发出了一条微信：“今晚我有空，约吗？”结婚当天的酒宴上，老公带着我敬酒。轮到他学校的研究生时，他的一个女学生将一杯红酒倒在了我的婚纱上，洁白的婚纱瞬间被红酒浸染。女生连忙放下杯子，看着我老公，嘤的委屈起来：“对不起，老师，我不是故意的。”这女生我也认识，叫江依依，是我老公穆泽现在带的研究生。之前她还上过我的几节选修课。20多岁的年纪，一张圆圆的小脸上，大眼忽闪，显得格外清纯无辜。身边的伴娘正是我的闺蜜，她没好气地瞪了江依依一眼：“你应该向新娘道歉，而不是新郎。”江依依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她愧疚地咬了咬下唇，朝我道：“陈老师，对不起，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我洗干净再还给你吧。”正常人都不会想到让新娘脱下婚纱来敬酒，女孩一副什么都不懂的单纯模样，反而激起了周围男生的保护欲。穆泽轻声安慰她：“没事儿，你师母不会计较这个。”说着还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仿佛江依依才是今天的新娘。没事，依依你别往心里去，一件婚纱而已，没关系的。在场的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部安慰着江依依，似乎把我这个新娘完全忽略了。江依依这才破涕为笑，点头：“都怪我不好，搞乱了你的婚礼。”我大方得体的上前拍了拍她的手：“没搅浑，不就是一件婚纱吗？也不是很贵，加上从法国巴黎空运过来的空运费，也就60-70万而已。”江依依脸色突变，苍白着脸，小心翼翼地看向穆泽。60-70万？我认真地点头。全校都知道我毕业于高等学府，家境优渥，不然也不会拿下学校的这朵高岭之花。穆泽，空运一件婚纱用来结婚，对我来说实在是最正常不过。我先一步止住了穆泽的话，看向江依依：“你也别有负担，等你毕业找到工作，很快就能还清。”我一向是支持分期付款。穆泽脸色难看，却没开口。接下来宴席上，江依依始终一脸忐忑不安。酒宴结束之后，穆泽快速把我一个人丢在了现场，他的眼里满是歉意：“兰，我不放心那群孩子，我去送他们，马上就回来。”我一边用 iPad 翻看穆泽和江依依的调情聊天记录，一边不以为意的笑，让他早去早回。早前穆泽的手机丢了一阵子，他就借用了我的 iPad 登录微信。等找到手机时，他早就忘了将 iPad 上微信退出的事情。新郎缺席，我却依然维持着得体的笑容，招呼来往的宾客。穆泽父母对我这样拿得出手的儿媳妇简直满意的不得了。送完最后一位客人，我点开手机微信聊天界面，发出了一条微信：“今晚我有空，约吗？”
那边很快回了一条信息：我去找你。婚宴结束后，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大雨。看着冒雨前来酒店的少年，我拿出毛巾，亲自给他擦拭脸上的雨水。怎么也不带把伞，要是病了可怎么办？今天你结婚。少年声音清冷，皮肤白皙，周身透着淡淡的疏离。他深邃的眉眼紧紧盯着我，抓着我的手腕不放，手臂上的青筋微微凸起。江饶是我的学生，曾经的他患有严重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但他同时具有极高的创作天分。他塑造的雕塑作品，连我都叹为观止。当我决心要送他出国深造，却被江饶一口拒绝。我会出国，不过不是现在。那是他的态度坚决，我怕自己再坚持下去会诱导他发病，于是不再提起。我静静地看着他，半晌才嗯了一下。穆泽就是这么对待他的新婚妻子，把你一个人扔在酒店。他的眼中似有暴风雨聚集。我止住他接下去要说的话：带我离开这里好吗？好。第二天，等我手机开机时，电话已经显示未接来电99加，同时还有数不清的语音和信息，整个手机都快被信息轰炸了。见我回家，穆泽有些生气，上来就质问我：昨晚你为什么不回家？我打了你这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你知不知道昨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瞥了一眼双人床上整整齐齐的被褥，淡淡道：你不是昨晚也没回家吗？怎么，你学生让你留下来辅导他作品了？穆泽被我的话噎得一愣，脸上有些不自然。昨晚回来太晚了，我怕打扰到你，就去酒店开了个房间。穆泽博士毕业，现在也已经是研究生导师了。我没想到他的逻辑这么差。哪个男人新婚之夜会因为回来太晚而去酒店睡觉？他见我没说话，温柔地和我解释：是这样的，昨晚你说的婚纱的价格可能把依依吓到了。我就安慰了他一下：那件婚纱你也只穿一次，不如就这样算了吧，人家小姑娘也不太容易。我回头静静地盯着他，他不容易，我就容易。60-70万也是我辛辛苦苦在美国打拼时自己赚的。我以为用自己赚的钱买一件婚纱非常有意义，只是没想到就这么被他给毁了。陈岚，作为一名老师，你的心胸就不能宽广一点？穆泽显然有些生气了。谁叫你买这种一生就只穿一次的东西？我站起身，笑了笑。谁说我只穿一次？我盯着穆泽面容，看着他逐渐变色。下次结婚我还穿。陈岚，你什么意思？穆泽愣了一下，脸色黑沉。我们不是说好今天去领证的吗？你要悔婚？因为我和穆泽都是大学老师，平日里非常忙，所以才会先举办婚礼，再去领证。只是对这渣男，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我坚定地点点头。这种情况还结什么婚？我将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扔给他，上面全是他与江依依聊骚的话。你还真是个好教授。打印出来的纸张洒满了整个房间。穆泽扯了扯领带，皱着眉头。他是我的学生，他找我，我总不能不理会。况且最近我还带着他们一起在做一个项目。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只是有些仰慕我。我们真的没什么。我浅笑出声。那她真的是太单纯了，单纯到不知道男女避嫌，对一个有妇之夫说想你。别闹了。穆泽拉住我的手，有些烦躁地撩了撩头发。学校领导都已经参加过了我们婚礼，你这个时候不要闹脾气。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相信我。穆泽原本风度翩翩的清俊面容，在我看来变得如此面目可憎。房子是我的，限你1周内搬出去。我甩开他的手，
指着地上的聊天记录。如果你不想学校的领导看到你们这些对话的话。穆泽定定地看了我一眼。好，如你所愿。当晚，我摘下无名指上的戒指，拍了一张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顺便配上了文案：浪漫世界，值得孤身。手机的短信声以及铃声不断响起，我一律调成静音。看见穆泽爸妈给我发的微信，我干脆将3人拉了一个群，把穆泽和江依依的聊天记录全部发了上去。叮叮咚咚的微信群一瞬间恢复了安静。婚假已经请了，不休白不休。我和爸妈将事情讲了一遍，干脆手机关机，直接飞去国外玩了1周才回来。曾经的婚房已经没了穆泽的气息，似乎一切在慢慢恢复。只是第2天，我刚给学生上完雕塑临摹这门课程，有个戴眼镜的男生就拦住了我的去路。陈老师，江依依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您不应该把您离婚的事情赖在她的身上。男孩的年纪不大，才20出头，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愤不平之色。哦，是江依依这样告诉你的？我秀眉一挑，我和穆老师是因为他才离的婚。男孩看出我的语气不对，一下子变得结结巴巴。难道不是吗？陈兰，你快看，有人将你们婚礼那天发生的事情发到学校论坛里了。我的闺蜜周萱急匆匆地从办公室跑来，拿出手机递给我。在学校的论坛上，有人将那天江依依把红酒洒在我衣服上的事情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遍，特别是将我刻画成一个极为刻毒、小心眼的女人，为了一件礼服为难老公的学生，将老公的学生当成了假想敌，恶意辞境。我看完整篇文章，说的有鼻子有眼，并且下面还有不少人留下评论，除了个别为我说话之外，无一例外都站在江依依的立场上谴责我，并且幸灾乐祸地讽刺我是个母老虎，转而恭喜穆泽恢复单身。陈老师，麻烦你来我办公室一趟。电话铃声响起，接到校长电话的我手心紧了紧。原来陈老师真的就是这种人，我就说嘛，每天上课穿得跟个开屏孔雀一样，原来真是雌竞达人。教室里还没走的吃瓜群众将视线不断落在我的身上，窃窃私语的声音逐渐放大，似乎专门是冲着我来的。我走出教室的脚步一停，眸光划过闺蜜担忧的眼神，投向教室后面那一张张稚嫩却充满恶意的面容，浅浅一笑，拨通了律师电话，并进行了公放。陈小姐你好，我是崇德律师所廖律师，根据您的情况，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您提起诉讼。廖律师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教室里回响。我看着一个个脸色奇变的学生，满意的收起手机。谁将这件事放到网上，我会调查清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陈兰老师，你知道我们等了你多久吗？一进门，美术学院的院长苟西就对我怒目而视。他一贯瞧不起女老师，严重厌女，早年谢顶以及啤酒肚应该是老天给他的报应。校长办公室除了苟西，剩下的人就是校长和穆泽。坐在办公桌前的院长还没开口，他摸着头上的假发，开始唾沫横飞。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这件事已经导致我们学校名誉受损，所以呀，我选择报警了。我打断苟西的话，摊了摊手。什么？苟西瞪大眼睛看着我，舌头打着结。你竟然还去报警？你是不是嫌事情闹得不够大？他上下打量我。所以
你迟到是因为刚刚去报警了。穆泽本来冷眼旁观，突然听到报警2个字，眉头一皱，站起身质问我：你怎么能不跟学校商量一下就去报警？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损坏学校的名誉？此话一出，连校长都紧张地站了起来。我先是淡定一笑，我就是为平息事件才去报的警，不然警察来学校调查，岂不是闹得更沸沸扬扬？再说这件事是我的私事，也发生在校外，我为什么要和学校商量？我双手抱胸，踩着高跟鞋走到穆泽的跟前。还有穆老师，你要搞清楚，破坏学校名誉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个颠倒黑白、添油加醋将事情发布到网络上的人。你……狗西指着我说不出话来。陈兰，你不要无理取闹。穆泽有些恼怒地盯着我，语气僵硬。事情闹大，对你有什么好处？穆泽当然不想闹大，他和我都知道，将这件事发布到网上的人数江依依嫌疑最大。万一闹大，他和江依依的事情可就藏不住了。狗男人从始至终都是这么自私自利。我冷笑一声，我不要好处，我只要一个公平的结果。别人污蔑我，我就拿起法律保护自己。我静静盯着他，还是说学校要包庇这个人？穆泽身体一僵，气氛一时有些凝滞。校长是个干瘦的小老头，这时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陈老师，你放心，只要警方找到这个人，我们校方绝不姑息。校长，您快去处理一下。保卫科来的电话，警察要逮捕计算机系研究生赵德胜。门外的办公老师推门而入，焦急地说道。校长和院长对视一眼，似乎完全没想到上午报的警，下午警察就来拿人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行人走到计算机学院的门口，正好看见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被警察压着。看见我们的瞬间，他惊慌失措地朝着校长扑了过来，可惜没扑多久就被警察按了回去。校长，快救救我呀！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早上下课后拦截我的那名男生。只见他鼻涕眼泪呼了一脸，被2个警察压着，嘴里哭爹喊娘。冤枉啊，和我真的没关系啊！突然他的眸子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一定，情绪立即激动起来，指着一人喊道：江依依，你快跟他们说呀，是你叫我这么干的，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嗖的一下，全部集中在了他的身上。江依依顿时脸色煞白，眼神飘移，情绪比赵德胜还激动。你胡说！我根本没有叫你这么做，是你看不惯陈老师，想要教训他。周围顿时响起阵阵吸气声，赵德胜眼神马上由惊慌失措转为不敢置信。那天是你自己说丢了个重要的东西，想让我入侵学校的监控看看，现在你竟然说什么都不知道。很显然，2人之间出现了信息差。江依依的脸一阵青一阵红，这才知道是自己搞错了。赵德胜，你说什么？我没听懂，我根本没叫你这么做呀！赵德胜的眼中迸发出一股恨意，他朝着江依依冷笑：江依依，你不说我倒是忘记了，学校论坛的事也是你让我干的。你说陈老师是个母老虎，对所有靠近穆老师的女学生都有敌意，叫我帮你在论坛上拱火，想要教训教训他。事到如今，你竟然全部推到我的身上。赵德胜每说一句话，周围就响起一阵抽泣声，随着周围群众的眼神打量，江依依的脸白了又白，原来都是他干的，竟然还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心机婊，真恶心！对自己的导师另有企图，竟然和自己的师母辞镜。陈老师好可怜，
我们都错怪他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江依依面对众人的指责，哭得好生可怜。她跑过来拉住穆泽的手，泪眼汪汪，身体抖着，像一朵风中摇曳的小白花。我看着穆泽，皱起眉头，语气略带生硬地安慰他，不由笑笑。江依依似乎完全没看出来，穆泽一点都不想沾染这事儿。都读到研究生了，还是个蠢货。穆老师，都是他自己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江依依在穆泽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定是赵德胜，他之前对我求爱不成，反而来诬陷我。我冷眼旁观。江依依，做过就会有留下痕迹，警察查看 IP 地址之后，自然就知道是不是你做的。话音未落，江依依如同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鸡，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很好，绿茶闭麦，终于听不到蚊子嘤嘤嘤了。警察意识到两件案子的关联性，朝着江依依走来。穆泽见状，挣脱他的手臂。江依依慌乱向后倒退的过程中，不慎绊了一下，向后仰去。在他快要摔打之际，有人接住了他。江饶！江依依眼中迸发出惊喜，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清冷疏离的少年拥着少女的身影，好似一幅画，眼神划过江饶清秀的眉骨。我定了定心神，江依依紧紧依偎在江饶的身上，他却带着她走向了警察。江饶一根根掰开江依依缠着他的手指头，神色冷淡：“姐姐，做错事情就要受到惩罚哦。”江依依的眼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最后，他和赵德胜在一片混乱中被警察带走。校长和院长忙着安抚学生、处置舆论，而作为报案人员和江依依的导师，我和穆泽自然成了去派出所的不二人选。穆泽他很自然地拉开车门，打算坐我的车，江饶却先他一步钻进去，直接坐在了我的副驾驶座上。他眼神清冽，抬头看向穆泽，淡淡道：“我不会开车，让陈老师带我过去。穆老师，您不会介意吧？”“我的车是迷你2人座。”踩下油门，小车飞奔而出。我从后视镜看着穆泽一脸不悦的怒色，差点笑出了猪叫。我和江饶倒了好一会儿，穆泽才匆匆赶来，一身西装早就褶皱不堪，白色的衬衫上还多了几道黑色印记，显然赶来的路上发生了点小插曲。3人坐在大厅内，等着审讯室里面的人出来。最先出来的是赵德胜，他喜提银手镯，垂着头从里面被押出来。他因为违反网络安全管理条例被关押候审，研究生学籍恐怕是保不住了。另外加上他在论坛上发表的言论，很可能会被另外追加判刑。虽然警方查到的 IP 地址是属于江依依的笔记本电脑，但江依依坚持自己的笔记本借给了赵德胜，并且否认自己在论坛上发了那篇帖子。因为双方各执一词，加上证据不足，他不久就被保释。江依依刚从审讯室走出来，就被江母扇了一巴掌。“妈！”她捂着脸，不可置信地抬头：“我什么也没干啊，自己看。”江母拿着我刚刚发给她的聊骚记录，指着江依依怒骂：“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连勾引自己老师的事情也做得出来。”江依依刷着聊天记录，身体不断抖动。穆泽像是一下子被针扎了一下，立马向江母解释，只可惜话还没说出口就被江母打断：“穆老师，我希望你以后离我的女儿远一些，给我滚回去！我们江家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江母拉着眸光含泪的江依依往外走，我挑着眉笑了笑，对上江依依临走前刻毒的眼神。穆泽烦躁地扯了扯领带：“陈兰，你要不太过分，
你说过不会把聊天记录发出去的，我只说过不发给你的领导，没说过不发给别人。穆老师，你还是男人吗？江饶眸光锐利地射向他，敢做不敢当，男人不自爱，就像烂白菜。穆泽气笑了，冷哼一声，转头就想走，却被一个人死死拽住了衣服。警察同志，就是他，刚刚开车把我家猫给撞死了。来人是个60多岁的老妇人，她扯开嗓子就开始嚎哭：警察同志，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我可是把我家猫当女儿养。她泪流满面，悲愤地指着穆泽：他这个杀人凶手，快把他抓起来！怪不得穆泽路上耽搁了这么久，原来是自己取车开过来的路上压死了一只猫。现在老太太不干了，要死要活的让穆泽给他偿命。尽管穆泽是个大学教师，但秀才遇到泼妇，怎么也讲不清。老太太不仅嘴上厉害，身手也灵活，不动声色地掐了穆泽好几下。穆泽推了他一下，老太太顺势倒在了地上，在大厅里嚎啕大哭。我眨了眨眼睛，没想到渣男的报应来得这么快。我用戏谑的眼神扫了他们一眼，拍拍江饶的肩膀：走，老师送你回去。第二天，我看到教师群里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最后还是穆泽主动赔偿了不少钱，才算平息。江依依休息了几天，终于回到学校，只不过她的名声并不好听，老师和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她倒是不在乎，整天跟在穆泽的身后，像个跟屁虫一样。她那副嘤嘤嘤的绿茶模样，总有些没头脑的男生会贴上去。没过多久，又开始有不少男生为他说好话，果然是大便招苍蝇，臭味相投。我拿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名单时，独独缺了我的名字，不由眉心一皱，敲开了院长苟西的办公室。面对我的质疑，苟西嘴角荡开一抹若有似无的笑容，他不紧不慢地用手指敲着桌子：陈兰啊，你年资还浅，院里考虑综合因素，还是决定将资助资格给穆泽。毕竟他已经是教授了，你还是讲师。我尽量克制住自己，不上前去给面前的谢顶男一个大壁兜。院里向来会把资助机会留给年轻的讲师，而不是高年资的教授，这显然不合规矩。苟西明摆着是故意卡我。我冷着脸出了办公室的门，江依依正倚靠在墙上，见我出来，瞥了我一眼，慢悠悠地说道：陈老师，有些东西你是争不过的，死心吧。我轻笑，看来是最近日子好过起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就不怕我把你和穆泽的聊天记录发给校领导？你发吧。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这种截图我有的是，谁知道是不是 P 的？我勾了勾唇角，江依依最近倒是开始用脑子了。我淡淡道：江依依，我以老师的身份告诫你，做人做事都要有底线。她脸色变了一下，又恢复平静，冷哼一声，和闺蜜周萱擦肩而过。你就这么放任她这么嚣张下去？闺蜜似乎怒火中烧，我拍拍她的手，神色镇定。天欲其亡，先令其狂。我回到办公室，将手头上整理好的资料全部打包，点开了邮箱发送界面。很快，几秒钟的时间，我收到了自动回信：你好，您的举报已经到达我局，我局将在1周时间之内进行回复，请耐心等待。我颇为意外地挑眉，现在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竟然提高了这么多。没过几天，穆泽气急败坏地撞开我办公室的大门，面若寒霜地盯着我：陈兰，就因为我没有娶你，你就要毁了我吗？呵呵，娶我？我盯着他略带狰狞的面容，嘲笑道：
你都脏透了，谁会嫁给你？他气急败坏地拍着我的办公桌，和以前在人前塑造温润如玉的形象天差地别。看来是教育局的结果出来了。看见周遭的女同事害怕地盯着他看，他才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看着我。我告诉你，你不会得逞的。院里只是叫我休息几天，我马上就能回来上课。回来做什么？我装作疑惑地看着他。回来继续学术作假吗？办公室的人越聚越多，我干脆打开手机，放出之前我和穆泽的录音电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情正泡在蜜罐子里。穆泽让我把我的新作雕塑《母亲挚爱》这件雕塑的著作权让给他，以他为第一作者，而我作为辅助者。录音里头，男人低三下四，各种言语哄骗的样子，随着录音的播放，深深刻在众人的脑子里。还听吗？我歪了歪，晃着手机。这样的录音我多的是。你太恶毒了。穆泽的脸色黑红交错。那个时候我们感情正浓，你竟然还录音？这款手机就是来电自动录音的。周轩看不下去了，站出来道：别自己做错事情，还把屎盆子扣别人身上。好，你好得很。穆泽阴恻恻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微信群里开始叮叮咚咚，有人将我和穆泽对峙的视频发到了群里，群里瞬间建起了高楼。他很快自动退群，接着群里的人开始刷屏，下头男，学术造假，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不过学院给他的惩罚竟然只是暂停职务，看来学校还没完全放弃穆泽。只是我没想到，隔了几天，穆泽就被警察给抓了。周轩直接打来了电话：兰兰，你快看群里，穆泽好像被警察抓了。我点开看了一眼，群里别人转发的警方立案调查通告：穆姓男子在某某酒店因涉嫌强奸江某某女子被抓捕。江某某难道是指江依依？我问周轩，周轩也说不太清楚，只是感慨穆泽的人面兽心，幸亏我和他没什么干系了，不然肯定会被他连累。我犹疑着，正要问问江饶，没想到他却主动打来了电话：陈老师，我想和你见一面。我按照指定的地点去了一间低调的咖啡厅，江饶一身清冷地坐在角落里，左手里的小勺子还不断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他的脸一半隐藏在阴影下，声音低沉中夹杂着一丝兴奋：陈老师，你让我办的事情办好了。我微微皱眉：江饶，你说什么？我没明白。只听他轻笑一声：陈老师，其实你一直知道我就是江依依的弟弟吧？我拿起杯子的手一顿：不过没关系，只要你想做的任何事情，我都会帮你做。少年低沉的音色带着一丝蛊惑：穆泽的事情难道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紧紧盯着江饶的眼睛，不放过一丝异动。江饶告诉我，江依依趁着穆泽醉酒，将他带去了酒店，两人天雷地火，睡了一觉。穆泽提早离开，江依依醒来却被江母抓了个现行。江依依害怕江母责怪，就骗江母说自己被穆泽强奸了。接着江母报警，之后就有了穆泽被抓的事情。我妈是我给的地址，江依依也是我做的思想工作。她当时害怕极了，我只是恰巧给了她一根救命稻草。江饶嘴里说着云淡风轻的话，我盯着眼前清秀的少年，好似有些不认识他了。江饶，我过了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接近你的目的？他突然站起来，俯过身贴在我的耳畔，我的身体不由激起一层战栗之感。少年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老师，我可以永远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代价是什么？
江饶用手指了指我，然后绽开一抹灿烂的微笑，潇洒地背起包转身离开，仿佛特意给我留下思考时间。正我捂着砰砰乱跳的胸口，一阵铃声打断了思绪，是穆泽的母亲。她开口就求我帮帮穆泽，哭着哀求我穆泽绝不是强奸犯，希望能和对方和解。我耐心地安慰她，阿姨，我也相信穆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他现在涉及刑事案件，和解并没有什么用。我去求求那个女孩，我去求求她。在她的苦苦哀求下，我只好给了她江依依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穆母是怎么做到的。不久之后，警方出具了案情的调查结果，穆泽强奸罪不成立。当江依依挽着穆母的手来到我面前时，我颇为惊讶。我看着她抚摸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一脸得意地站在我面前。陈兰，你终究赢不了我，我就要嫁给穆泽了。穆母的表情有些奇怪，有些难过，又有些尴尬。是啊，依依马上就是我们穆家的儿媳妇了。穆泽罪名不成立的唯一原因就是江依依改口供了。我摇摇头，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研究生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竟然胆子大到作假口供。我瞥了一眼他的肚子，这孩子生下来，你怕要进去吧？缓刑几年？你……江依依气得鼻子都歪了。陈兰，你别得意得太早，你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为了穆泽，我不怕。天哪，说的我都要感动得哭了。这是多么天造地设的一对渣男贱女啊！江依依似乎已经忘了是她自己把穆泽送进去的。我瞧着穆母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不由心生同情。未来的儿媳妇是个傻缺，真是太惨。风波过去，穆泽又被请回了学校。他一脸得意地站在我的面前。陈兰，你别白费心机了，你绊不倒我的。我当然知道，穆泽和院长苟西是大学校友，两人关系匪浅。不过，一切下定论还太早了。穆泽，你快看看学校论坛，你那个学生，不，你未婚妻出事儿了。同事小李拍了拍穆泽的肩膀，看他的眼神透着古怪。我打开论坛看了看，然后看着怔怔的穆泽，拍了拍他肩膀。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要带点绿。滚！穆泽手臂青筋暴起，差点把办公桌上的电脑给砸了。学校论坛上有一个人用匿名 IP 发布了一组照片，上面全是江依依和不同男人出入酒店的照片，另外还有各种不堪入目的床照，只是关键部位全部打了马赛克。可是即便是这样，也让穆泽丢尽了脸面，因为里面的男人恰巧有院长苟西在。我玩味地看向穆泽，渣男恐怕自己都没想到，他和好兄弟的命运竟然会因为一女人联系在一起，变得更加紧密。穆泽回过神，急忙打电话报警，甚至找认识的技术人员来屏蔽这组照片。但不要说技术人员了，甚至连警察都无法消除论坛上的内容。警察给出的结论是 IP 地址根本不在国内，而对方极有可能是一个入侵校园论坛的黑客。就这样，这组照片在论坛上挂了足足1个月，下面的评论已经建起了无数高楼。学校对江依依做出了退学以及开除学籍的重大处理，摄照片的苟西也被停止了院长之职位。这会儿，他正挺着肚子在学校门口泪眼汪汪地堵穆泽，只不过再没有人会去同情他了。穆泽，不知道，不是我。江依依泪眼婆娑，好不可怜。她紧紧拉着穆泽的手臂，却被他甩开。他转头看向我，眼神像淬了毒。是他，一定是他嫉妒我嫁给你，还怀了你的孩子。
我正好经过，无语望天。穆泽冷笑：“你别胡乱攀咬，你肚子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那天你故意把我带进酒店，告我强奸，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报警了，你给我马上滚蛋，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江依依要死要活。正当两人在学校门口僵持不下，这时警车停在了校门口。穆泽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快把这个疯婆子带走吧。”“对不起，穆先生，请您跟我走一趟。”其中一位警察冷冷地看着他道：“你们搞错了，是我报的警。”穆泽尽力解释：“是他一直在骚扰我。”两个警察对视一眼。“穆先生，有人告你在校工作期间多次利用不正当手段引诱女学生与你发生关系，请跟我们走一趟。”江依依傻了，吃瓜群众也傻了。穆泽被带走之后，学校官网连夜发了声明，解除穆泽在校的一切职务，与他解除劳务合同。我顺便做了好人好事，将穆泽留在家里的电脑主机送去了派出所。警察在里面搜集到多组色情照片，里面的男主人公都是穆泽，其他都是不同的女人，受害者高达几十人。当所有证据都摆放在穆泽眼前时，他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表示认罪。加上受害人的指证，穆泽强奸、诱奸、胁迫女性。由于受害人众多，他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我去监狱看他的时候，他踏着拖鞋，胡渣布满了半张脸。“是你吧？”他开口，眼神如一滩死水。“当年你是故意接近我，是吧？”我没有回答，只是紧紧盯着他，看他狼狈的模样，看他成为阶下囚的样子。他情绪激动：“你这个贱人，你说呀，你说呀！”我看着他被狱警狠狠压在桌上的脸，扑哧一笑。我步步为营走到今日，都是为了看你的结局。还记得5年前的张默默吗？他是我资助的学生，我盯着他的眼睛，你强暴了他，还威胁他，最后因为你，他失去了生命。你就永远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吧，变得腐烂，变得臭不可闻。穆泽在我身后疯狂地尖叫着，我脚步不停，边走边勾起了唇角。一切都结束了。翻外衣，我的名字里有个饶字，但我并不想饶过我的姐姐。我聪明冷静，她却愚蠢又恶毒。8岁那年，她因为嫉妒妈妈爸爸对我的好，让我从树上摔了下来，拜她所赐，我的脚当场摔断，左脚打了10几枚钢钉。江依依读到研究生后，依然蠢笨不堪，滥交又爱上有妇之夫。她不知道那些男人只是贪图她年轻新鲜的肉体。穆泽坐牢后，他的孩子也流掉了，因为滥交，他又被查出感染了 HIV。我以为所有的女人和我姐姐差不多，直到我遇见了陈兰。她高冷大方，做事从不拖泥带水，给人带来生生不息的力量。遇见她，我甚至治好了多年来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她改变了我，我也爱上了她。当我知道她要结婚时，是愤恨的，恨不得将她从婚礼上抢回来。当我察觉到她和穆泽结婚是另有所图时，我又是兴奋的。我愿意为她做下任何事情，甚至不惜冒险出手，暴露我黑客的身份。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终于能光明正大地站在她的身侧，看着她穿上洁白的婚纱，朝着我慢慢走来。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